还记得我以前讲过不少的超自然事件吗？人被恶魔附身之后会发生许多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因此衍生出不少恐怖小说和电影。如果附魔这两个字成为了杀人犯给自己脱罪的理由，那么就要严重怀疑是不是想把大众的智商放在地上碾压呢？3年前，美国有一位生物学家去希腊出差，不幸遇害，而凶手声称是撒旦命令自己跑到受害者身上，还与之发生了关系。然而随着犯罪细节的曝光，原来凶手早就去犯罪现场踩过点，还录下了视频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他到底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呢？克里夫特是希腊的第一大岛，位于爱琴海的南部，拥有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。2019年的6月，美国生物学家苏珊娜·伊顿只身前往克里特岛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出差了，但苏珊娜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会遇到克里特岛的恶魔，随后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2019年7月2日下午3点左右，60岁的苏珊娜穿着运动服正在慢跑，遇到了正开车经过的詹尼斯。他是28岁的希腊本地人，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亲了。然而，詹尼斯却做出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事情。根据他的描述，自己当时想迫切找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，于是就盯上了正在跑步的苏珊娜。为了方便自己控制她，詹尼斯先是开车把她撞倒，让她停下来。苏珊娜倒在地上之后，鲜血直流，但她还是很清醒，转过头死死地盯着肇事者。一不做二不休，詹尼斯再次倒车，车轮从苏珊娜的身上碾压了过去，耳朵几乎要脱落了。苏珊娜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尖叫着。第一次被撞倒可以理解为意外，第二次碾压绝对是故意的。苏珊娜在这无冤无仇，为何要痛下狠手呢？然而这只是个开始，詹尼斯赶紧把她捆绑了起来，扔进了后备箱。此时的苏珊娜还活着，她奋力反抗，但因为受伤严重，根本就无济于事。接下来，詹尼斯开车来到了10公里之外，那里有一个废弃的2战碉堡，非常的偏僻，几乎没有人会踏足。苏珊娜被拖下了车，詹尼斯强行与她发生了多次性关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苏珊娜都在奋力反抗，但是恶魔并不愿意放过她，即使身体已经僵硬，苏珊娜的尸体依旧遭受了侵犯，最终抛尸于这个废弃的碉堡中，永不见天日。事后，詹尼斯拼命擦除车上的犯罪痕迹，他很谨慎，还特地的跑去亲戚家洗衣服，避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收到了苏珊娜的失踪报告，她从外出跑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希腊当局很重视，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。苏珊娜的亲友同事也开始在网络上散播消息。1个星期之后，也就是7月8日，有一名洞穴探险者来到了偏僻的碉堡。当走到隧道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一具女尸。警方赶到现场后，将尸体运送出来，发现正是失踪的苏珊娜。她面部有多处骨折，好几个肋骨都断了，双手也受伤严重。起初，苏珊娜的家人还在猜测，是不是因为运动后太疲惫，所以她停下来休息，结果发生了意外。但经过法医检测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苏珊娜的死因为窒息，生前还遭受过侵犯。俗话说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詹尼斯自以为的谨慎，在正义面前不值得一提。警察很快锁定到了詹尼斯身上，还在他的鞋子底下找到了苏珊娜的血迹，车子里也残留了 DNA 证据。克里特岛的恶魔就此落网。有网友怀疑詹尼斯是不是吸毒了才会做出这样失控的事情，毕竟他看上去老实巴交，不像是凶神恶煞的人，只能说人不可貌相。自从詹尼斯被捕后，就有媒体曝光他有2次袭击女性的前科。曾经他就用同样的伎俩，故意开车撞倒过2名正在散步的女性，然后试图伤害她们。在这2起案件当中，受害者都挺身而出报了警，但不知道为何警察并没有深究下去，2起案件都被驳回了。神通广大的网友还扒出了詹尼斯的 YouTube 账号，被捕前他已经偷偷删掉了许多视频，里面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和朋友一起去探险克里特岛的周边地区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有小伙伴注意到了，詹尼斯原来早在3年前就已经去过那个废弃的2战碉堡了，那个地方离他家很近，鲜有人知。詹尼斯经常会和朋友一起去参观。在探险视频当中，我们发现有很多看上去都是人类尸骨的东西散落在地上。不仅如此，视频当中有朋友在问，你把那个留在这里了吗？所以网友们猜测，苏珊娜并不是他的第一位受害者，他以前很有可能也杀过人，然后抛尸于此，一直没有被发现，所以这次故技重施。没想到被洞穴探险者发现了尸体。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，又有5名女性出庭作证，她们也曾经被詹尼斯开车撞倒过。他还会下车追赶受害者，其中根据有一名女性回忆，自己曾经被詹尼斯抓住了脖子，差点无法呼吸。正好当时附近有人在慢跑，听到尖叫声后就跑了过来，詹尼斯见状就松手逃跑了。经过希腊警方6个小时的审讯后，詹尼斯终于认罪了。他表示自己很后悔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一切就发生了。他还试图与自己撇清关系，
声称自己当时是被撒旦附了身，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。但面对确凿的证据，他也支撑不住了。在审判期间，詹尼斯闭上了眼睛开始祈祷，但已经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最终在2020年的10月，詹尼斯被判无期徒刑。对于这位领先科学家的去世，所有人都感到很惋惜。苏珊娜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，也是一位好妻子、好母亲。她的无故离世无疑是巨大的损失。根据苏珊娜妹妹的回忆，虽然姐姐的一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，但一直保持谦逊，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。苏珊娜也从未因为工作而疏远家庭，她经常会下厨给家人做美味的饭菜。她还以跆拳道黑带的水平教授学生，兴趣十分广泛。我去搜索了一下资料，苏珊娜一路都很优秀，8岁就登台表演钢琴。1981年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，然后是博士学位。1988年获得微生物学杰出学术成就奖。2006年，美国细胞生物学会 ASCB 表彰了苏珊娜在细胞生物学方面杰出的成就。越是了解受害者的经历，就越觉得惋惜，从而更加痛恨凶手的行为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，就能当街杀害他人了吗？真的是个恶魔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詹尼斯有这么多次的前科，而且有2名受害者都已经报了案，竟然也能不了了之。难道真的要等悲剧再次发生才能重视起来吗？如果这次苏珊娜的尸体还迟迟没有被发现，詹尼斯肯定还会马不停蹄地寻找下一任目标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连环杀手，真的是死有余辜。这个案件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丑恶与美好向来都是共存的。科学家遇害，这听上去像是某种阴谋论，但实际上是一个人兽性大发的结果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，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欲望，但是人性与兽性的转变往往也是在一念之间，所以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复杂。有些人根本就不配做人。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早日摆脱痛苦，走出伤痛的阴影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认为世界上的丑恶是否多过于美好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